嗨，你好，我是 Yvonne。在上一支影片解说了 Obsidian to Anki 的设定方法之后，我在频道留言和私讯都收到不少设定相关的问题，因此这支影片我把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都整理出来一并解答。如果你按照了上一支影片做设定，却无法成功产生 flashcard， 或者是有遇到任何奇怪的问题的话，请把这支影片看完，你需要的解答可能就在其中哟。那么首先呢，在这边我们第一个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应该是按照着上一部影片的说明，设定完成之后呢，按下这个 Scan Vault 的按钮以后 flashcard 却无法产生，就像这个样子。我们按下这个按钮，这边有成功的提示讯息跳出来，但是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 Anki 里面没有新的 flashcard 跑出来，在档案这边呢，我们也看不到 comment ID 的出现。这个时候呢，可能性的其中一个是我们在这个 plugin 的设定这边 Note Table 底下的 Custom regexp 这个栏位中，我们贴上的字串有错误。大家应该记得，在影片中我有给予大家帮助档案，在这个帮助档案中，我给大家的示范字串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字串的前后呢，各有一个这个符号。这个符号的名字叫做 backtick 或者是 tilde， 它在 Markdown 语言中的功用是产生像这样子的 code block 格式，因此我们在复制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复制到前后的这两个点点，我们只需要复制被两个点点包起来的中间的这份内容再贴上去。那现在让我们把它复制起来，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设定。在这边呢，我们点开 Note Table 就可以发现，在 Basic 这边的 Custom regexp 这边是贴上错误的，这一个字串的最前面多了一个 tilde。然后字串的最后面呢，的确也多了一个 tilde， 因此在这边让我们把这个错误的字串删掉，然后重新贴上正确的字串，确认一下它的最后面没有多一个点点，而它的最前面呢也没有多一个点点，像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改正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地方，我们再按一次同步按钮。奇怪了，还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在我们修改完之前错误的设定，要再次按下这个 Scan Vault 按钮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第一次按下这个 Scan Vault 按钮的时候， Obsidian to Anki 这个 plugin 已经把我们的笔记库中的所有笔记每一个字串都扫描过了一遍。而当我们第二次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plugin 它并不会把整个 Vault 从头到尾再扫一次，它只会扫描自从上一次扫描之后曾经被改动过的内容。因此如果我们希望 plugin 再扫描一次这些字串而做出更新的话，我们就必须更改这个档案，随便打任何字都可以，但是就是要让系统可以意识到这个地方有被更动过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次按下 Scan Vault 的按钮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comment ID 的这行字跑了出来，代表 flashcard 有被创造。然后我们点入 Anki 中，可以发现 default 这边多了一张 new 的卡片。我们在 Browse 的这个视窗就可以看到测试用 flashcard 正面这张卡片有确实成功地被输入进来了。不过大家应该有发现，再往下滑一点，下面这边测试用2号 flashcard 它是没有成功被转换入 Anki 的，在它的下面并没有 comment ID 的出现。那在这里出现的问题呢，其实是格式的错误。我们正确的格式是第一行有问题，然后空一格有 flashcard 标签，换一行答案，这个格式必须遵守。这边的问题是我们的 flashcard 标签换了一行才出来，这样子软体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读取它。那让我们把这个空行给删掉，然后还是要记得给它空格，让它以标签的形式出现。像这样子，当我们再次按下同步按钮的时候，各位就可以发现 comment ID 马上跑出来，这张卡片呢成功的被转到了 Anki 里面，变成一张 flashcard。我们可以看到测试用2号 flashcard 也被输入到了我们的 Anki 里面。以上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最常见的，大家无法产生 flashcard 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则是关于克漏字卡片。在这边呢，当我们按下同步的按钮的时候，克漏字卡片是成功的会被产生的。那这边呢，卡片虽然有成功产生，但是当我们来到 Anki 里面，然后我们来查看一下这张卡片，我们点选这张卡片，然后使用 Preview 的功能，我们会发现这里出现了一则错误讯息，跟我们说它没有在这张卡片上面找到一个 close。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已经产生过的是成功的卡片。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边的克漏字的格式呢，跟我们这里的完全不一样。这边的格式明显的复杂许多，而我们如果在这边使用 Preview 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是正常的显示为克漏字的。其实这个比较复杂的格式才是正规的在 Anki 中显示克漏字的方式。而我们在 Obsidian to Anki 这个 plugin 中我们做的设定呢，我们在下面 Default 这边之前打开的这个 Curly Close， 它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单纯只用一个大刮弧的格式改成 Anki 所要求的这种标准的格式。但是这个功能的发动有一个条件，它也写在这边了，就是我们对应过去的 Anki 中的 Note Type， 这个 Note Type 的名字本身要有 Close 这个关键字在，
这个功能才会启动。因此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出在我们有一些人使用的是中文版的 Anki， 而中文版的 Anki 之中呢，我们这个克漏字的笔记类型，它的名字就叫做中文的克漏字，而没有英文的 close 这个关键字的存在。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帮这个克漏字这个笔记类型加上 close 的关键字。那我们做的方式很简单，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我们先点到这个 add 按钮，然后在 Note Type 这边这个按钮按下去，选择到克漏字，然后按 Manage。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再次选克漏字，然后 Rename 帮它改一个名字。那就算还是有中文的名字也没关系，只要有包含 CLOZE 这个关键字就没有问题了。像这样子按 OK， 我们就把这个笔记给重新命名好了。但是光这样子一切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也要让 Obsidian to Anki 这个 plugin 知道这个改动发生才行。那当我们回到 plugin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点开 Note Type Table， 这里依然是叫克漏字，我们刚才做的更新并没有被反映出来。那如果各位是自己摸索这个 plugin 的话，应该会发现最底下有一个叫做 Regenerate Note Type Table 的按钮，按下去它好像就会重新读取 Anki 中的 Note Type。那我们再次点开这个表格呢，就可以发现克漏字有被改名了，它现在叫做克漏字 close。但是其实这个 plugin 有一点 bug， 光按这个按钮呢，并没有办法产生完全的功能。我们会发现这边本来有下拉选单可以让我们选择对应的栏位的这个东西呢，怎么点都不会有栏位跑出来。在这个状况下，就算我们把这个 regexp 的这一串字串贴到这边，也没有办法正确的产生 flashcard。所以这边呢，每当我们在 Anki 端针对 Note Type 有修改以后，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稍微麻烦了一点点，我们需要直接把 Obsidian to Anki 整个 plugin 卸载、重装、重新启动，再设定一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初给大家这个帮助档案的时候，我在这边是这样子写的：第一次安装 Anki 端设定基本上只要做一次，但是呢 Obsidian 端的设定这边我有特别注明，若重启 plugin 就需要再做一次。会特别这样注记，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针对 Anki 端做一些修改，尤其像我很喜欢实验自己创造各种不同客制化的 Note Type 类型的话，我就会反复的去重启这个 plugin， 所以我就会把每次重启的时候需要做的步骤都记录在这边供自己参考，才不会漏了什么设定导致一些问题。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直接来重启一下这个 plugin 吧。我们点开设定，然后 Community Plugins， 在这边我们直接按下这个删除键，就可以把这个 plugin 解安装。然后我们再次点选 Browse， 在这边我们搜寻 Anki， 找到 Export to Anki， 再安装一次。好的，等待它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再按下 Enable。这个时候一连串的成功连接的讯息都跑出来了，之前已经做过的像是在 Anki 端安装 Anki Connect 等等的那些设定都不用再做一次。这样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再回到 Obsidian to Anki 本身的设定，点开这个 Note Type Table。那这个设定呢，多做几次大家就会越来越熟了。如果一开始比较不习惯，就是看着这边给大家的说明档案，一步一步的重新做。那在这边我们就快速的把该设定的东西都选起来，然后是贴上 regexp 的字串。再次跟大家提醒，不要复制到前后的点点哟。然后呢 ，Note Type Table 设定完之后，别忘了我们还有 Folder Table 要设定。这就是为什么会建议大家把帮助档案给写清楚，之后如果你有很多设定的话，就快速的把它们复制贴上，不要漏掉。到最下面这边 Default， 我们要把 Add File Link、Add Context 跟 Curly Close 这3个选项都打开来，尤其 Curly Close 一定要打开，不然我们想要的效果还是不会出来哦。好的，那到这边再次按下这一颗按钮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系统知道这个东西是更改过的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做一些修改，然后让我们再次按下这个 Scan Vote 按钮。按了以后呢，我们来到 Anki 端，然后点选 Browse。那这一次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了这一张卡片已经正确地变成了 Anki 中专用的克漏字格式。那我们按 Preview 的时候，它也会正确的以克漏字的方式呈现。翻过来才会看到答案。那以上就是克漏字卡的常见问题。那么在这边要再提醒大家的就是，以后我们在 Anki 端如果有任何针对 Note Type 本身进行的更动，包含了我们针对 Note Type 这边重新命名 Rename 的这个动作，又或者是我们针对 Note Type 的 Fields 的栏位，我们去做一些增减栏位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重新安装这个 plugin， 这样子才可以让 Notetype 的名字还有它所包含的栏位正确的被读取到这个 Notetype table 里面，然后我们才可以做设定，才可以正确的让我们的笔记库和 Anki 联动起来。然后下一个要跟大家谈论的呢，则是我在留言区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是 Vault 的内容已经非常多非常大，在开始使用这个 plugin， 那么第一次载入这个 plugin 按下同步按钮的时候会遇到 Vault 冻结的问题。那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使用这个 plugin 的时候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这个问题并不会一直持续，它是有解的。这边我直接用我手边目前最大的一个 Vault， 我从我的旧 Evernote 笔记库转移过来的 Vault， 容量是 6.47 GB， 我用这个 Vault 来做示范。现在让我直接在这个 Vault 安装 Export to Anki 的 plugin， 安装好以后我再按下 Enable 的按钮，然后让我们快速的做一下基础的设定哟。完成设定以后呢，我们新增一则笔记，在里面打入一个测试用的 flashcard 的内容，然后让我们按下这一颗同步的按钮。那这个时候 plugin 其实就是正在扫描过这个笔记库里面的每一个文字，当笔记库庞大真的会花上一点时间，而且这个时候笔记库也会进入一个冻结的状态，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点击，没有办法编辑这个笔记库中的任何资料。那根据我实际计时测试的结果，我这个 6.47 GB 7年份的庞大的笔记库，它总共花了3分钟12秒的时间跑完。那现在这边就是3分钟之后的世界，我们首先会看到画面解冻，游标跳出来开始闪烁，然后接着 Comment ID 这一行文字也跑了出来，然后是整个同步成功的提示讯息。那这边我们再打开 Anki 确认，也可以发现这一张叫做测试用 Megavolt 的卡片也正确的移到了 Anki 里面。那各位看到这里一定会很担心，要是每次 Scan Vault 都需要花上3分钟，那还得了？好消息是并不会这样，这边直接实测给大家看。现在我们就新增用来产生第2张 flashcard 的问答，然后呢，让我们再按一次这个同步的按钮。这一次呢，就让我们一起等待一下，我完全不做任何的快转。好 ，OK， 数秒的时间 ，Comment ID 就出现了，代表我们的 flashcard 有被生成出来。那在打开 Anki，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张测试用2号 flashcard Megavolt 有正确的被转移到 Anki 之中。所以总结来说，在巨大的 Vault 使用这个 plugin， 只有第一次扫描的时候速度会比较慢。这边提供一个 6.5 GB 3分钟的数字给大家参考。那第2次的扫描，它就会跳过之前已经扫过，然后它知道在这段时间内没有被更动的档案，因此整体速度就会上升。所以就算是在巨大的 Vault 里面，我们依然是可以使用这个 plugin 的，请大家不要担心哟。以上就是 Obsidian to Anki 常见问题的解答，还有问题的部分建议回头看一下上一支影片，跟着一步步操作，确实完成基础设定，很多问题有时候 reset 一下就会解决了。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留言发问。那如果是用文字难以说明的问题，我接下来有举办直播活动解答问题的打算，发问的办法我会在下一支影片中说明，敬请期待。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多花个1秒钟帮我按赞和订阅，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内容哦。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祝你学习愉快，拜拜。